五国城的风像刀一样割在脸上，这北地的寒冷远非江南的梅香与瑞雪所能比拟。我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，对着一斗孤灯，试图在无尽的黑暗中寻回汴京城上空那片曾属于我的湛蓝。那蓝色是我亲手调制的雨过天青，是汝窑瓷上的一抹灵光。如今雨过天青云破处，却成了我再也无法触及的梦。我这一生究竟是一场绚烂的丹青大梦，还是一段仓皇的南渡悲歌？生于帝王家，本是身不由己。我从未真正渴求过那把龙椅，我的心始终在那一管紫毫笔、一方端砚和一幅素白宣纸之上。在芙蓉锦鸡图中，我用最细腻的笔触描绘那锦鸡华丽的羽毛，它独立于芙蓉枝头，目光炯炯，仿佛拥有生命。还记得政和2年的那个上元节吗？20只仙鹤盘旋于宣德门之上，久久不散。群臣高呼祥瑞，于是我挥笔画下了瑞鹤图。我用了最纯净的石青，不染一丝尘埃，它们是上天赐予我的吉兆。那一刻，我以为我的艺术与我的江山天人感应，盛世已成。可这一切终究是留不住的幻想，可这一切终究是留不住的幻想。当我在松下静心听琴时，北方的铁蹄声早已悄然响起。当我为一块太湖石的姿态而苦心孤诣时，边关的烽火已在风中摇曳。我的眼中满是锦鸡的羽毛，却看不见万民的疾苦。靖康2年，梦碎了。当惊人的铁器踏破汴京，当他们焚毁琼陵苑，将艮岳夷为平地时，我才明白，那些精致的笔墨、清雅的古琴、绝美的汝词，在绝对的暴力面前是何等脆弱。我和皇子、宗亲、百官如同一群被驱赶的牲畜，被押解北上。那一刻，我不再是那个在画中指点江山、品评佳作的艺术家皇帝，我只是一个亡国之君，一个阶下之囚。回望一生，我究竟是谁？是那个创造了瘦金体，将宋代院体画推向巅峰的赵佶，还是那个丢失了半壁江山，让子民蒙受奇耻大辱的宋徽宗？
或许两者皆是。一个艺术家被命运错置于龙椅之上，既是我个人的不幸，也是整个王朝的悲哀。我时常会想，如果命运可以重来，我愿只做一个民间的画师，用一支画笔描绘我大宋的繁华与美丽，从清明上河图的街角画到西湖的断桥。我的笔曾画出过仙鹤与祥云，却终究画不出一个完美的结局。梦终有醒来之时。窗外风雪又大了起来，风雪里似乎只有我，天下一人。